家晚上好，又到了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。相信呢，今年2023年，大家也有听闻一个很劲爆的杀人案，就是在香港名媛蔡天凤被分尸的 case。她是香港的亿万富豪的千金，人美，然后心地又善良，养了她前夫邝家一家人。不单指她前夫邝港志，就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把她谋杀，然后肢解，为了抢家产。你说这世界上是不是恶人无所不在？这个是你孩子的妈妈，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？ I cannot explain how much gruesome the murder scenes was， 所以我们会 skip 掉那个他被谋杀的过程，这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吧。因为主要我是想讲，就是被谋杀的灵，他们死后是怎样一个状况？为什么那时候就是蔡天凤和她的现任丈夫还有她的妈妈家人，当时候就是警方揭发这件事的时候，他们有去请一位女大使去到现场去找魂呢。在生前的时候，通过非常恐惧、非常痛苦，就是有怨气的情况下走的话，他们的魂呢都会遗留在凶案现场。那么就是有这个必要去招魂，就是刚走的时候，他会一直经历这个被谋杀的恐怖过程，然后直到他可能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才缓过来，他已经有得救了。就是有机会的话，我讲一下这些世界很出名的一些 serial killer 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。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 focus 在这一个灵魂。就是被谋杀的灵魂呢，其实比意外走的，比如说车祸啊，更加的痛苦，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肯定受到很大的折磨，然后很大的精神上的一种肆虐，就变成他们死后会有怨气，然后他们的灵魂也会很散，所以会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。为什么有必要做这一个招魂仪式？因为在这些灵魂被谋杀的过程里面呢，事情的发生是很快 ，within split second， 就是在你痛苦挣扎的时候呢 ，maybe 1 second feels like 100 years。你们有看到吗？在网上有一段好像 video 这样子，或者是 picture 的东西，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，就是他有拿一个纸人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一个招魂仪式？因为他们是害怕这个女灵找不到回家路，因为可能被受惊吓过后，她把很多事情都忘了，然后她的灵魂还在痛苦的重演她被杀或者是肆虐的整个 process， 所以有必要去到招魂，然后安息这个灵魂，跟她讲，就是跟着这个纸人回家。当然这个是他父母可能相信道教的方式，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是回教徒怎么样？其实基督徒回教徒也可以去到谋杀案现场那边去做一个 prayer， 然后 blessing 这样子，这个也是有必要的。其实什么宗教都好，我觉得这么痛苦的死去的灵魂，他们都需要得到安息，所以呢，就有这个所谓的 process 去招魂。就是大家之前有在 Inside 的频道里面听我说过，就是我一个前同事也是被分尸，然后我到现在还找不到凶手的。我有听到我的 ex boss 讲，他的家人也是好像有去到，就是他的肢体被找到的那个地方去招魂。那时候呢，因为女同事的家人可能太过悲伤还是怎样，就是他们把她的遗体的这个 pieces 放进这个棺材里面以后，还是有给她穿一个红裙和放一把剪刀，就是听说这样子的话可以找那个谋杀她的人去报仇之类的。像这种谋杀案的话，最好家人是任何宗教都要去到现场去找，比如说车祸，或者是
在海边不小心被海浪冲走，像tsunami那一种啊，像之前发生在巴丹卡利的 case，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在网上说过这件事，就是他们那边有亲戚朋友找到，就是总共有4位，就是有通过 Instagram 这样子找到我，然后呢，其实我也是有帮忙他们去到现场，这个就有点挑战性了，因为我本人那时候在英国，然后就是我要通过灵魂层次上这样子去把这个灵找回来。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请一些宗教的代表人或者是一些法师之类的，好像是道士之类的去做这件事。可能就是在这个招魂的仪式过程中，就是这种被谋杀意外走的，他们的灵魂很散的，可能你招回一个的时候，你就以为招完了，其实他可能有2、3个、4、5个这样子 spread out 在这个案发现场，所以招魂的时候其实很讲究一下功夫。我自己做巴丹卡利的 case 的时候，我也完成不了，我需要请那边的山神，然后那边的灵体帮忙去做这件事，因为第一我没到现场，第二呢就是我才老远的英国去找，就是这个也还蛮考功夫的。我四处找了蛮多不同的高维度的神灵、低维度的灵体去帮忙做这件事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 back to one place, you know.That's what really matters. 就讲到这个灵魂，然后他们招魂回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大概知道自己已经回到家，然后他们需要做的第2件事就是这些大师啊、法师啊、priest 啊，或者是伊曼都好，就是要让这个灵魂安息，因为毕竟你是被人谋杀，如此惨痛恐惧下走掉，当然你有很大的怨气啊、不服啊，而且蔡天凤那时候才28岁，就your life just started，所以第2步要做的就是安息这些灵魂，叫他们放下这个怨气之类的。这个有很多种方式，就是除了找一些比较大的这个佛堂里面的大师，当然 depends on 这个受害者的家人的 budget。有和没有的话，我觉得在佛教和道教里面都是要诵经，因为像灵魂如此走掉的话，他们会有一些意识在那边，他们一直经历这样子被谋杀的那个情景，所以这个经文，无论是任何宗教都可以帮助到他们把这个怨气放下，然后减轻那个痛苦，也 reduce their trauma。做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可能家人还需要好好的跟他道别。就除了我那个前同事的个案，我那时候也没有跟他家属聊，所以我 personally 还没有做过这种被谋杀的个案，像家人会求助之类的。不过还蛮感兴趣的，就是我希望接到类似这样子的家属的 case。不过意外，比如说意外发生的那些case 反而倒是有的，比如说像有一个小孩，他才不到1岁，然后他的保姆可能就不小心没有把他照顾好，就让他窒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也算是意外，而不是谋杀。谋杀是硬是把一个人就是弄死，残暴的弄死。讲到第3步，我们就是家属需要做什么，然后家属呢，就是需要好好的跟这个灵道别。道别的时候呢，就很多人会觉得应不应该就是叫这个灵去继续找凶手，因为毕竟死了那么惨。我个人认为 justice needs to be served。当然，身为家属的话，也希望凶手被抓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。然后我觉得家属如果是坚决要这个灵去报仇的话， you know, there's nothing to stop them from doing it。可是如果
你问我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叫这一个灵，可以的话好好安息走吧，因为我相信 karma is a bitch，就这种伤天害理、杀人，他就算死掉，他灵魂也会下18层地狱。主要原因为什么？我不建议就是家人去支持这个女的去报仇，是一个恶循环。就是这个灵，他会一直想着去报仇，然后他就不会离开这个 suffering 的 environment。如果劝他放下，就叫他好走，就恶人有恶报，这样他们可能可以早点解脱这个这样痛苦的一个 experience 和生前的记忆。当然，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意识选择。如果你觉得找出凶手有去报仇的话，这样才可以安息的话，那 is up to the family。当然，身为通灵师的我，看过这么多个案，我会希望上天去惩罚这些恶人，因为好端端一个人给你谋杀，就为了钱，有多少个亿，或者是有多少个百万，值得你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？就我一直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一念之差就变成了魔的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妖啊、精啊，他们的最诱惑的方式，就是给予我们这种比较弱的人类来讲的话，通常都是从金钱、地位、power，就是权力这一方面开始的。其实我很想讲一集，就是关于邪教派的这些 leader，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多共同点。But coming back， 这可能下次做吧。But coming back to the story， 我觉得这个蔡天凤的家人，他们有请到高人，所以他们是有做完这个程序的。我希望就是蔡天凤已经可以去更好的地方。所谓更好的地方，包括去地府也好，天堂也好，总好过 stuck 在这个dimension， 就人间的 dimension， 因为你是以一个灵体的状况 stuck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维度，其实这个不是很健康的。如果我本人见到他，受发没有，他们家里应该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我如果本人见到他的话，我会叫他安息，你好走吧，就是不要去报仇什么，反正恶人会自有天收。至于他的那个什么很难读的那个扑街框家人，他们就可以等着下18层地狱吧。我还想18层地狱的话，可能都不够煎熬，他们要去到比18层地狱还要惨的地方。我问比18层地狱还要惨的地方是哪里？可是我希望有这个地方，就把这些恶人永生永世的不得超生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怎么能下得下手？你读完整个个案，从他如何被谋杀，然后如何肢解，如何烹饪，就 like how？我不知道 I cannot imagine。那就讲回了很多人要什么，要就是得到这些能力。其实什么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句话。我是想说，就是你修得越高，你的 challenge 越来越难的。可能修行了30年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就因为一念之差而荒废了30年。所以做麻瓜是最无敌的。有能力的话，你今天就口口声声说可以帮人，可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要挑战你的到底是什么。当你爬到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就是那么一念之差，就变成你的所有修为都毁于一旦。其实这种人我也见过不少，在现实生活里面。严格来讲的话，我还是那一句老话，就是没有的话也不用刻意去追求。我们人回到来这里，就是修复自己本身，就做一个好人，千万不要做这种恶人，去杀人啊、抢钱。I mean, God will never forgive you。我是觉得，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得到什么能力开天眼啊，然后做个什么通灵者。其实 everything 都有这个交换性质的代价。
你会失去一些东西，你也会得到这个能力，就没有白吃的午餐吧。如果大家有这些朋友经历过的谋杀案什么的，我会建议就是所有网友们教这些家人去到现场，就案发现场那边去找魂。无论你是任何的这个宗教仪式，包括那种意外走的车祸现场之类的，也要去那边找魂，and so on，或者是去到海边那边不小心被浪冲走之类等等的。也在这里希望大家个个都很平安，就没有这种怎么恐怖的事情发生在你或者是你所认识的人身上。因为就好比我很想讲的那个好 leader 的东西，因为我发觉象征式的那种所谓的各种各样宗教的我都看到不少，基督教、回教、道教、佛教，就是我们已经在一个很混乱的世界里面，所以大家要修好自己是很重要。那你修好自己的话，可能你也能够逃过这些坏人的劫，因为你修行高了，你就可以 avoid certain tragedy。你们好好的学习，然后呢，可以的话就分享一下这些所谓的 murder case，因为我也觉得有些时候，比如说像蔡天凤的话，他现在可以安息，然后因为宋球找到了嘛。可是有一些谋杀案是很多年都已经变成了一个 cold cases，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再去检查谁是凶手之类，就是犯人还在逃之夭夭。我是蛮喜欢这种人，走出街都会给什么雪冰箱压扁，还是各种各样的等天寿吧。因为做这么残忍的事，实在天地不容。对，就希望大家平平安安，然后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坏事发生在你们的身边。还有呢，就是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还是蛮想参与这种去寻找失踪人口，或者是寻找一些被谋杀人的个案，到现场那边去查凶手这一些。因为我自己之前有想过要当警察这一个行业，然后就是要做一个正义的警察，除掉坏人。我还蛮想做这些事情的。如果你们有认识的个案，可以推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分享出去，点赞，记得按小铃铛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就比较短，就大概讲到这里。只是心血来潮想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被谋杀的人、发生意外的人，他们到底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而已。OK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你看名字都很样衰，邝港辉，sorry，不，邝港志，哇，你名都用衰個人。